各位观众好，上集谈到了满洲国河豚计划的筹划过程和主要人员。今天我就开始讲述河豚计划是如何实施的。河豚计划并不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它大致可以分成3条线。第一条线，满洲国线，这条线的空间是欧洲到苏联，西伯利亚到满洲国，再到哈尔滨，到上海，再到第3国。满洲国在这条线路中非常关键。为什么？因为当时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想离境，往往需要一个目的地的签证或入境证明，没有接收文件，德国就可以不放人。这时满洲国居留签证就成为了生命文件。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王替夫。王替夫在1939年春至1940年5月之间，他向犹太人签发了约12000份满洲国居留签证，允许他们居留在满洲或经满洲国逃离纳粹迫害。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按照常见签证数量叙事，王替夫是东亚救助犹太难民人数最多的人。但是中国官方长期不愿意突出王替夫，隐瞒王替夫，原因很简单，王替夫是满洲国外交官，一旦承认王替夫，就等于承认满洲国外交系统在2战犹太难民救援中发挥过实际的巨大作用。这就打破了中国官方长期塑造的单一叙事，只有中华民国的何凤山救了犹太人，满洲国只是伪政权，不能有正面历史叙述和作用。可是历史不是宣传口号，历史事实是，在柏林签证窗口前，王替夫签下的满洲国居留签证比何凤山签下的中国过境签证数量多了数倍。除去李一文和王替夫，另外还有一位满洲国英雄，这就是关东军中将通口纪一郎。1937年12月26日，第1届远东犹太人大会召开，此次大会经关东军的批准，为期3天。出席大会的有犹太问题专家安江先弘大佐，以及时任哈尔滨关东军特务处处长的通口纪一郎少将。在大会上，通口纪一郎发表了祝贺演说，他猛烈地抨击了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纳粹德国是日本的盟友，而就在前1年，日本刚刚与纳粹德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通口纪一郎说，在驱除犹太人之前，你们要先给他们土地。此言一出，赢得了在场犹太人的热烈掌声。1938年3月，数千名犹太人为了躲避德国的迫害，逃往位于苏联和满洲国边境的西伯利亚铁路奥特波尔车站，就是如今的贝加尔斯克站。然而他们必须经过满洲国外交部允许才能抵达目的地，但满洲国外交部程序繁琐，导致他们滞留。通口纪一郎在远东犹太人协会主席亚伯拉罕·考夫曼博士的咨询下，立即与包括哈尔滨宪兵队特警高级警官川村爱藏少佐在内的下属一起动用关东军军用物资，为犹太人提供了食物、衣物和燃料，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救助，安排他们在满洲定居。尽管日本是签署了反共国际条约的德国的盟友，通口纪一郎仍亲自与南满铁路的社长松冈洋介谈判，并获得了松冈洋介的同意，让愿意前往上海及美国的犹太人乘坐满铁专列逃往上海。1937年秋季到1938年春季，希特勒驱逐了大量犹太人，
2万犹太人仅携带少量行李和少量钱财，滞留在了满洲国。通口基一郎与满洲国外务省哈尔滨分部的官员进行了磋商，双方就此事达成了一项人道主义协议。随后，此事在满洲国方面得到处理，他们被允许入境并允许居留。而这条迁徙路线在犹太人口中就被称为通口路线。有资料表明，使用这条路线的犹太人到达满洲或经由满洲国逃往国外的犹太人总数可能超过了3万人。当然，有很多人对这个数据表示怀疑，因为没有严格的统计数据。但事实上，奥特波尔行动是一个严格保密的军方行动，在当时它被列为满洲国的军事机密。无论是通口基一郎对德国政府政策的批评，还是营救奥特波尔犹太人的行为，都存在着争议。但无论如何，通口基一郎的举动都成为了日德之间的严重的外交问题。日本就收到了时任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夫的抗议信。与此同时，日本军部大本营对通口基一郎的批评也日益增多，关东军内部也要求惩罚通口基一郎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之下，通口基一郎致信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田健吉，并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会面。在见面时，他问道：“你们认为充当希特勒的傀儡，欺凌弱小是正确的吗？”满洲国建国功臣东条英机非常理解和支持通口基一郎，上田健吉司令也支持这一决定，导致关东军内部要求惩罚通口基一郎的呼声日益降低。尽管德国多次提出抗议，但都被东条英机驳回。他对德国人说，这些行动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1938年，通口基一郎从哈尔滨返回东京后，一名叫做斯基德尔斯基的哈尔滨犹太人和另外一人告诉他，总部位于纽约的世界犹太人协会决定将他的名字刻在耶路撒冷犹太教堂的银册上。银册将记录对犹太社区做出贡献的非犹太人的名字。通口基一郎的名字将被排在贝尔福之后，而金册将记录像门德尔松这样杰出犹太人的名字，也有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以色列大使馆证实，该书已登记在犹太民族基金会金册第6卷中。顺便说一下，很多人认为在日本只有2位日本人名字刻在了金册上，通口基一郎和千姓康江。千姓康江是满洲国关东军大连情报局局长。历史学家燕邦彦指出，金册是一本刻有为犹太民族做出贡献者的名字的著名的册子。后来，除了上述2人之外，还刻上了支持贝尔福宣言的前日本外相内田康也和战后参与亲以色列运动的拓岛裕郎的名字，总共有4名日本人。1942年，通口基一郎被调回日本，他以北方军司令官的身份指挥东北太平洋军的作战计划。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斯大林将当时居住在札幌的将军通口基一郎定性为战犯。通口基一郎曾任海参崴关东军特勤处处长、哈尔滨特勤处处长以及第5方面军司令，这些经历使他在苏联眼中成为主要敌人，而且他的观点是反苏，而他作为特勤处处长的身份尤为重要。由于通口基一郎本人是负责对抗的特勤处处长，因此被迫留在北海道担任札幌方面军司令。他有充分的个人理由担心苏联侵占北海道。
在关东军的将领中，他是最为著名的反苏将领。世界犹太人大会迅速认识到这个事态的发展，并动员了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欧洲和美国的犹太金融家进行游说活动。英国陆军参谋长、退役陆军元帅埃德蒙·埃恩塞德也曾拒绝引渡通口基伊朗。在英国的压力下，以及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的推动下，领导对日本占领的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也拒绝了苏联的引渡请求，并保护了通口基伊朗。由于苏联的活动，他隐居在北海道，没有担任任何公职。1970年，他搬到了东京文京区白山，同年去世，享年82岁。他的墓地位于神奈川县大基町的明大寺。第二条路线是上海线。上海是当时世界少数可以接收大量犹太难民的地方。1938年至1939年，大约17000名中欧犹太难民涌入上海。1942年初，上海约有2万名犹太难民，其中约15000人在 JDC， 也就是美国犹太人共济会援助下活过了战争。上海不是天堂，上海是贫困、拥挤、疾病、饥饿和战争中的避难所。1943年，日本在德国压力下设立了所谓的无国籍难民指定居住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上海格都。犹太难民被集中限制在虹口一带生活。但是这也有一个关键的事实，上海格都不是奥斯维辛，日本没有把上海犹太人交还给德国，也没有实施纳粹式灭绝。特别是在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的管理下，上海犹太人虽然被限制、贫困、隔离，但没有被遣返欧洲，而是在上海格都中存活下来。这就是上海的历史意义。它不是完全自由的避难所，却是死亡时代中少数能活下来的地方。第三条线，日本过境线。这一条线的代表人物是山原千亩。1940年，山原千亩在立陶宛考纳斯担任日本领事，他向犹太难民发放日本过境签证，让他们可以经苏联、西伯利亚、海参崴、日本，最后前往满洲国或上海、巴勒斯坦、北美或其他地区。亚德瓦谢姆山原千亩为国际艺人，认为他的签证拯救了数千名犹太人。山原千亩签发了约2000份，最多至3500份签证，常见估算拯救了大约6000人。这条线和上海线、满洲线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很多人先到日本，再转往上海，再到满洲国定居。也有部分人经满洲国哈尔滨，再转上海或其他地区和国家。所以真正的逃生网络是签证在欧洲开门，火车穿过苏联港口，经过日本，到达满洲国和上海提供的落脚点。在这里必须讲清楚，何凤山救人是真实的，山原千亩救人也是真实的，王继夫签发满洲国居留签证也是真实的。中国宣传何凤山是因为它属于中华民国系统，后来也可以被中国叙事吸收。如果按照实际签证数量比较，何凤山不是救援人数最多的人。王继夫的满洲国签证数量，常见的说法高达12000份以上，它是家庭签证，远高于何凤山的过境签证，远远被中国叙事压低掩盖。真正的英雄不是何凤山，而是满洲国王继夫。何凤山是被中国官方选择放大的救援者，王继夫则是被中国官方选择性消失的救援者。
更重要的是河豚计划。河豚计划本身很复杂，但它的客观影响非常大。它至少造成了3个结果。首先，它让日本没有完全采纳纳粹灭绝政策。日本是德国盟友，但日本没有在上海和满洲复制纳粹的大屠杀。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满洲国制定了河豚计划，而且关东军高级将领和满洲国建国者取得了一致意见，这让数万名犹太人获得了生存空间。第二，它让满洲和上海成为大屠杀时期最特殊的避难地之一。美国犹太人共济会资料显示，1942年初，约有12000名犹太难民在满洲，这包括德国犹太人、奥地利犹太人、波兰犹太人。立陶宛路线逃亡者、经日本转运者、经满洲国或哈尔滨中转者、俄国犹太社区成员也超过了10000人。满洲成为了一个临时犹太世界，那里有学校、报纸、医院、救济厨房、剧院、犹太会堂、青年组织和复国主义组织。这不是难民营，这是一个在战争废墟中继续维持文化、教育、宗教和政治意识的犹太社会。它保留了一批后来影响以色列、美国和中以关系的人，这些人对以色列复国有着重大的贡献。满洲国和日本通道保留了一批本来可能被纳粹杀害的人，这批幸存者后来进入了以色列、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香港、日本、南美，成为欧洲战后重建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他们中间有人成为以色列政府官员、犹太宗教领袖、科学家、医生、企业家、法律学者和中以关系推动者。所以更准确地说，河豚计划没有决定以色列复国，但它保留了犹太民族的一部分人口和精英，还有他的记忆网络。这些人后来参与了以色列国家建设、犹太世界重建和世界和平关系的促进。从满洲国河豚计划中获益和远东逃亡体系中走出来的重要人物有很多，包括后来的美国财政部部长 Michael Gomans、 以色列复国领袖、以色列独立宣言签署人泽拉赫·瓦尔哈夫蒂格、以色列外交总长 Reuven Meir、 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莫特，他的父母和祖父2代人在哈尔滨生活，也是一个生活在满洲国的犹太家庭。劳伦斯·特莱普出生在上海，后来成为哈佛法学院著名的宪法学家。他的父母是俄国犹太难民，就是经过满洲这条线路逃亡，通过满洲到达上海。当然，这些人仅仅是1/1000。河豚计划和上海、满洲国逃生通道保存了犹太民族一部分人口和精英，这些幸存者以及网络后来进入以色列、美国和世界犹太体系，成为战后犹太复兴的一部分。具体的影响有4点。第一是保存了人口，在欧洲纳粹屠杀了约600万犹太人，而河豚计划和满洲国保留了约数十万名犹太人的生命。这批人中，战后相当一部分前往了巴勒斯坦、以色列、美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地。第二非常重要，这就是保存宗教教育体系。米尔犹太学院是最典型的案例。欧洲大量犹太学院在大屠杀中被毁灭，但米尔学院通过立陶宛、满洲、上海路线保存了下来。战后，他在以色列和美国继续发展，成为正统犹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第三是保存政治活动人才，瓦尔哈夫蒂格就是典型的代表。
参与远东逃亡救援，后来成为以色列独立宣言签署人、部长。回归法重要参与者。回归法的意义非常大，它定义了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国家法律基础，也就是说，远东逃亡网络保存下来的人进入了以色列建国制度设计层。第四，影响了以色列和亚洲的关系及远东商业网络。沙乌尔·艾森伯格代表的是另外一条线，他不是以色列建国政治家，而是战后以色列与亚洲、日本、韩国商业网络中的桥梁。他的经历说明，远东犹太难民不只是被救者，他们后来也成为连接以色列与亚洲的商业、外交和技术中介。河豚计划不是一个单纯的救援计划，它有对犹太资本的幻想，有满洲国开发的野心，有上海占领区的管理，有德国驱除犹太人的压力，也有真实的生命获救。但是历史不能只讲被允许讲的那一半。中国官方讲何凤山，却很少讲王替夫，甚至不讲王替夫。他们讲上海避难，却回避满洲国和满洲国关东军制定的河豚计划在实际通道中的作用。他们讲中华民族拯救犹太人，却不愿意承认满洲国外交官签发的签证，而且拯救的人数更多。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何凤山有没有救人，何凤山当然救个人，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只允许一个救援者被记住，却不允许另外一个更敏感、更复杂、更能证明满洲国历史存在感的人被记住？中国人可以讲何凤山，可以讲上海，但不讲王替夫，因为王替夫一出现，问题又变成了，如果满洲国只是毫无意义的伪政权，为什么他的签证能成为犹太难民逃离纳粹德国的生命文件？这就是这个历史最尖锐的地方，这也就是王替夫的意义，这也是河豚计划的历史意义。它告诉我们，在二战犹太逃亡史中，满洲国、哈尔滨、上海、日本并不是边缘舞台，他们共同构筑了一条被长期掩盖的东方生命通道，就是满洲国在二战犹太逃亡史中的被掩盖的位置。各位观众，我常说，历史不会被谎言掩盖，真实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被时间清洗出来。欺骗是中共的常用手段，但这也只能欺骗一时，不可能永远欺骗下去。各位观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